结婚时，婆婆嫌弃我家是养牛的，不但提出要婚前财产公证，还说婚后所有开支必须 AA， 绝不能让她儿子扶贫。可她不知道，我家养了10万头牛。言初这孩子就是心软，什么人都往家里领。小徐啊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知道我儿子优秀，但做人得有自知之明。山鸡是永远配不上凤凰的。阿姨，您的意思是？听说你爸妈前几年都不在了，你家还是在偏远村里养牛的？村里？是，在村里养牛的。我家的情况你打听过吧？我和言初他爸可都是正儿八经的能人，等我们退休了，光退休金1个月就好几千，高退休金，这家庭说出去，一般人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。再加上我们言初这相貌人品，多少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哭喊着要嫁给他，他都不要。谁叫我儿子不争气，死活要找你，我拗不过他。但是要想进我陈家的门，我有几个条件。小夏，给你剥好的食料。妈，你陪小夏聊着，我去给小夏剥柚子。要不是因为陈言初真的很好，1分钟前我就已经转身走人了。阿姨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？第一，你们必须做婚前财产公证。我家为了延期，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房子，整整158平的大套间，光首付我们就拿了100多万，那可是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的积蓄，绝不能便宜了外人。100多万，在我哥名下的那几栋写字楼里，这笔钱恐怕连个厕所都买不下来。一套房子而已，您继续。一套房子而已，你这乡下丫头懂不懂什么叫158平，3室2厅2卫，精装修？在那地段，过几年价格翻番都有可能。哼，你这种养牛的家庭，进了门就是捡了大便宜，所以公证必须做，咱们得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如果让他知道我名下那些别墅的1年物业费都要几10万，他还会觉得这158平是底气吗？行，公证没问题。你别答应的好听，心里打着歪主意。我告诉你，白纸黑字签了字，你以后要是想分这套房，门都没有。阿姨，您多虑了，我对那套房子没有任何兴趣。算你识相。那咱们就说第二点。第二，你们婚后必须 AA 制。AA 制，结婚后各花各的，那这婚结的还有什么意义？阿姨，这不太合理吧？什么合不合理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合理。小徐，做人得有数。我们言初1个月赚多少，你1个月才赚几个子儿？听说你还有个哥哥，你哥还生了3个孩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乡下人的心思，你是想把言初辛辛苦苦挣的钱偷偷搬回娘家去补贴你那个穷哥哥吧？补贴我哥？爸爸，给这3个崽子准备的教育基金是不是太少了？才刚过9位数，这以后怎么够花？难道那私人码头停着的游艇，随便一个零件都卖158？我都替你们算好了，言初现在1个月工资2万多，扣掉房贷、公积金，他净收入足足有17000。言初说你是养牛的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养牛1个月赚几个钢镚，但你记住，休想动我儿子1分钱。这些钱我得给言初攒着，留给以后的孙子娶媳妇用。你那份开销你自己想办法，陈家不养闲人。AA 制倒也省心，省得以后我那些上亿的流水转账还得跟他解释。行吧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AA， 以后您可千万不要反悔。反悔？不要反悔的是你，空口白牙没用。口说无凭，字据为证，你们得签个正式协议，以后各自赚钱各自花，谁也别惦记谁的，更不能算成夫妻共同财产。万一哪天你们散了，言初赚的1分1毫他都得带走。我签。阿姨，这种单方面免责的协议不符合婚姻法，就算签了，在法庭上也没用。婚姻法，我家我做主。你一个养牛的1个月赚几块钱啊？我们言初费了
劲儿才考上名牌大学，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然后他呢？扶贫。大小姐，这是本季度的分红，余额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。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我只知道陈延初全家不吃不喝干上100年，也抵不上我账户里1天的利息。既然你非要分得这么清，那就如你所愿。送上门的泼天富贵你不要，以后别后悔。行，签字吧。第3点，我就研出这么一个儿子，结婚以后我必须和你们住在一起。好啊，反正庄园空荡荡的几10个房间也没人住，正好，我倒要看看，等真相大白那天，你在我的别墅里还能不能这么理直气壮？你别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想进门了再挑唆严初把我赶走吧。阿姨，我这人说话算话，既然签了 AA， 各负其责，我没理由不让您住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在厨房都听见妈的声音了。和你妈聊结婚条件呢，你妈把规矩都定好了。严初，刚刚阿姨说进门前要先做财产公证，能聊什么？聊咱们家以后的规矩。还有，结婚以后我们必须实行 AA 制，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不能混在一起。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这几个条件是我的底线，没得商量。你女朋友刚才答应的比谁都痛快，协议都签了，你现在甩脸给谁看？妈，希望你以后千万别后悔。后悔？我陈翠芬这辈子就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。我这都是为了让你不扶贫，我这当妈的操碎了心，以后你还得谢谢我呢。陈延初是知道我家情况的，我现在才发现他居然什么也没和家里说。或许是他觉得提钱太俗，又或许是他太了解他妈那副见钱眼开的德行。阿姨，初次见面，这是我特意准备的人参和虫草，送给您和叔叔补身子。这是我哥特意让人从长白山收回来的野山参，每一只的年份都非常足，在外面很难买到。天哪，这假货做的也太像真的了吧！小徐啊，不是阿姨说你，这种纹面功夫真没必要。阿姨，这是正宗的长白山野山参。哎呦，真是笑死人了！老陈，你快出来看，快来看这一出大戏！现在的造假技术真是不得了，假的跟真的一样。你是从哪个旅游景点买的这种地摊货吧？看这个头，看这品相，假的太离谱了。要是真的野山参，几百万都买不到。你一个养牛的，能拿得出这种宝贝？几百万？这只参是我哥在拍卖会上花500万抢回来的，差点跟人打起来。我特意拿来给你们补器械，你居然当成地摊货！夏夏，你把东西收回去吧。我爸妈身体好，现在还年轻，暂时不需要这种大补的东西。对呀，拿走拿走，谁知道拿来的地摊货？等下吃出毛病来，我找谁去？行，500万的东西，既然你觉得是便宜货，那我就带回去给我哥泡酒。哎呀，我去开门，肯定是贵客到了。哎呀，宁宁，人来就来了嘛，怎么还带这么多贵重的礼物呀？天哪，这车厘子得200块钱一盒吧？哎呀，这留过洋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出手真大方，这才叫上档次。小徐啊，来认识一下，这是杨丹宁，我领导家的千金。宁宁啊，可是跟我们家严初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感情深得像一家人。咱们以前还总开玩笑说要订个娃娃亲呢。好一个青梅竹马，陈延初，你可没跟我报备过这一出。延初哥哥，你回家了，怎么都不来找人家吗？是应该去找你的，早就想着介绍念夏给大家认识了。夏夏，这是杨丹宁，我初中同学。
这是我媳妇儿徐念夏。你还没结婚呢，谁允许你乱叫的？领证了吗？你就叫媳妇儿。哎呀，宁宁啊，渴了吧？快喝口热茶。这水果是刚买的，你多吃点。谢谢妈。小徐啊，你往那边挪挪，坐到角落里去，别在这里挡着宁宁喝茶。陈延初，看你惹的烂桃花。媳妇儿，擦擦手。这包是假的吧？什么？假包？小徐，你居然还买假包？你怎么能虚荣到这种地步？年轻女孩要简朴，买不起真的就不要买，买个假的名牌在身上，你就不嫌丢人吗？你一个月赚几千块，背个几万的包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地摊货。你是想让邻居都笑话我们陈家吗？延初哥哥，你也不管管姐姐，这种高仿包背出去，万一遇到识货的，丢的可不只是姐姐的脸，更是你的脸呀。妈，宁宁，你们不认识这包，这是……你闭嘴！你还想替他遮掩？哼！没实力的虚荣就是最下贱的自卑。小徐，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小徐啊，阿姨是过来人，听我一句劝，年轻女孩子不要总想着攀比、爱慕虚荣，那是自毁前程。你要学会简朴，学会持家。女人不贤惠，再漂亮的脸蛋也没用，你得懂什么叫妇德。我的财富是我自己挣的，我的包是专柜配货拿的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听一个连爱马仕都没见过的人指点江山？妈，行了，菜都凉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我这还没说完呢，你这孩子！我这还没说完呢，你这孩子！宁宁，快来！今天让你陈叔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鲍鱼。算了，看在陈延初平时对我还不错的份上，再忍着老太太最后一次。小雪，你会做饭吗？不会。家里都是大厨，哪还轮得到我做饭？不会做饭？那你以后打算怎么过日子？难道让我们严初天天做饭给你吃？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做，你拿什么照顾这个家？你这就是无能！妈，你不是也不会做饭吗？我爸做了一辈子也没见你说什么。再说了，我喜欢做饭，家里有一个人会就行了。哇，真羡慕念夏姐姐，能找到延初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简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不像我，到现在还是单身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找个不能照顾我的男人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宁宁，那是因为你太单纯了，你这孩子太实在，不比那些狐妹子只会用勾人的手段。太实在的人啊，总是容易吃亏。杨丹宁，你那个初恋呢？后来你们怎么没在一起？难道没找他照顾你一辈子吗？延初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误会我？我清清白白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你到底是听谁胡说的？我从来都没谈过恋爱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就是啊，严初，这种关系到名节的事儿可不能乱说。宁宁可是留过洋的高材生，家教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？听你初恋说的，你去医院的手术费还是他问我借的，那3000块钱到现在也没还我。我表姐当时就在那家医院当护士，你的病房还是她给私下安排的。杨丹宁，你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我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宁宁，宁！
叔叔的手艺真不错，这鲍鱼烧得满嘴留香。陈延初，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？当着外人的面，你怎么能这么羞辱宁宁？妈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这说话太直的毛病，不都是跟您学的吗？您可千万别介意。看着陈延初替我把架吵完，这种感觉比亲自动手爽多了。小徐，咱们刚才聊的那几个问条件，白纸黑字的事情还作数吧？当然作数，我答应的事从不反悔。那就好，吃完饭你马上跟严初去把那份婚前协议公证了，咱们得写得清清楚楚，省得以后有人反悔，反倒说我们陈家欺负人。可以，不过阿姨，我希望到时候你也别反悔就行。你个丧门星，搬进新房子第3天你说房子有问题，你是嫌我们家房子风水不好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嫌我们家房子风水不好，你可以滚啊！几千块钱一只的鲍鱼确实没我家牧场的顶级和牛值钱，但这便宜不占白不占。哼，既然公证和 AA 你都答应了，那咱们就把婚礼的事儿也定一下。按我们老家的规矩，你得先给陈家生出儿子，才能办婚礼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规矩？现在外面很多小姑娘私生活乱得很，谁知道以前干过什么不干净的事儿？万一娶进来是个身体有毛病的，或者根本怀不上，我们陈家的香火要是断了，谁负责？那种不会下蛋的鸡，陈家绝对不进门。阿姨说的对，现在的女孩确实得防着点儿。就像刚才那个杨丹宁，私下太开放，连做手术的钱都要找别人借，这种底细不干净的，确实不能进门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先说好啊，那种满地泥巴的3沟沟，车都开不进去，我可不去丢那个人。你们老家那边是不是还在用那种露天厕所？哦呦，光是想想都想吐。你们要办就自己办，别带上我们。但是领完证，严欣必须和我们住一起，新房那边必须有我的位置。至于婚礼，既然阿姨觉得为难，我们女方家可以先在老家办，到时候谁丢谁的人还不一定呢。吃完饭，翠芬便急不可耐地催我们去公证住。签完协议，拿到了那张红本本，我和陈延初就直接回了我老家。我哥替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婚礼，私人牧场里绵延到天际的绿草和空运而来的上万朵白玫瑰。婚礼结束，我和陈延初打算一起搬到新房住。当时我和陈延初在一起以后，就在他买房的小区也买了一栋别墅。先说好，这房子首付是我们老两口出的，主卧必须留给我。妈，等会儿搬的是聂夏买的别墅。他买的？他买个屁！158平的大套间，你这辈子都没住过吧？以后手脚勤快点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板。这小区环境还算凑合，能配得上我们延初的身价。小徐，进屋以后你手脚勤点，那种高级地板要是踩脏了，擦起来很费劲。乖乖，这别墅这也太气派了啊！听说这家的装修就花了1000多万，能住在这里的人肯定是有权有势的大人物。每一块瓷砖都是我亲自选的，当然气派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谁让你往人家门口凑的？你要是碰坏了这扇大门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看到这棵树没？100多万，这是活的古董，碰一下你都得坐牢。买的时候确实是100多万，不过养护费更贵。你还算懂行。行了，别看了，这种生活不是你能羡慕得来的。人得认命，
你能住上我们家那158平的公寓，就已经是你祖坟冒青烟了。赶紧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万一保安把我们当成小偷抓起来怎么办？阿姨，有没有人说过你真的很吵？哎呀，你干啥？你别乱碰人家的大门！这是我买的房子。你们俩的卧室在2楼最南边那一间，阳光最好，还带着独立的露台。怎么不进来？哟，这是你家呀？你这么了解？哎呀，小徐，你是不是在这房子里当保姆啊？你这孩子为了出面子也不能这样啊！这偷拿主人的钥匙开门，那是犯罪！要是被主人发现，咱们全家都得坐牢。保姆和厨师今天下午才到。这房子真是你的？不是卖牛的吗？卖啥牛能买得起这种别墅？陈彦初没告诉过你们，我家有10万头牛吗？10万头，一头牛上万块，10万头，那是10亿！哎呀，老天爷！哎呀，小徐呀，不对，是小夏。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不一般，看这长相，看这气质，这哪是普通人家能养出来的？我们严初真是有眼光，找了你这么一个好媳妇儿，这简直是陈家祖坟冒青烟了呀！阿姨客气了。还叫啥阿姨？得叫妈！妈准你改口了，这是给你莫大的体面。阿姨，婚礼仪式什么都没办过，甚至连2家人见面的流程都没走完，徐念下这声妈，您受得起吗？这证都领了，迟早的事儿嘛。规矩就是规矩。彦初，我们上楼。老婆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我现在太了解我妈了，她这种人给点阳光就灿烂。你一定要严格执行咱们的婚前 AA 约定，不然让她知道你手里有这么多钱，她能把老家的7大姑8大姨全叫到这里来显摆，到时候咱们的生活就全毁了。放心吧，我签那份协议的时候就没打算让自己吃亏。你妈想从我这里捞到半点好处，那是做梦。老婆，你真得防着点儿。我妈那人我最清楚，从小到大最爱面子。当初我考上大学，她恨不得把全村的人都请到家里吃3天3夜，就为了听那几句奉承话。行了，别按了，下去看看，怎么那么吵？妈，大姐啊！哎呀，是，严初这孩子出息了，买了别墅。是呀，劝你们全家明天都来啊，来暖暖夫，沾点喜气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家里有保姆呢，还有专门的厨师，厨师会做饭。咱们家严初现在这就是享福的命。我的房子什么时候成陈延初买的了？看来那份公证协议他是真当成废纸了。哎呀，小夏呀，办新房可是大事情，咱们老家的规矩必须要请客办酒席，得暖暖房。我已经跟大姨他们说好了，明天他们全家几10口后全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这里没这规矩。我去开门。徐小姐，陈先生。刘阿姨和陈阿姨负责家里的卫生工作，而张姨则负责厨房的事情，都是我用了很多年的阿姨，知根知底。以后都给我好好干，陈家不会亏待你们。但是，谁要是敢偷奸耍滑，手脚不干净，我就让我儿子立刻开除你们。刘姨、陈张姨，以后你们只负责我和陈延初的生活，至于陈延初父母的房间，让他们自己收拾。是，大小姐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吩咐？我们是你爸妈。
不是想要 AA 制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后悔。这么多海鲜，这得多少钱啊？这东星斑不行啊，火候过了，肉质有点老。这帝王蟹倒还算新鲜，明天让厨师再去买一只。还有这和牛太肥了，吃着腻得慌，我不喜欢，下次别买了。这每一口和牛单价都在4位数以上，吃着我的顶级食材，还要在这指点江山。阿姨，言初，咱们把账结一下吧。账？什么账？阿姨，您贵人多忘事，咱们签的婚前协议里写的清清楚楚，生活开招必须 AA。刚刚那顿晚饭，食材都是下午空运过来的，澳龙、帝王蟹、顶级和牛，一共花了12000，零头免了，就算1万整。吃饭是咱们4个人吃的，你们家3个人需要付7500。是现在转账还是记账？看在言初的面子上，也可以按月结。什么？你抢钱啊？天底下有你这种女人吗？买吃的给公婆居然还要收钱？儿媳妇孝敬公婆那是天经地义，你居然问我要钱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房子可是陈家的，你吃陈家的住陈家的，还要问我们要饭钱，你是钻进钱眼里去了吗？妈，咱们婚礼仪式没办，您连改口分都没给过呢。法律上咱们领证了，但习俗上还没过门。再说了 ，AA 协议是咱们白纸黑字签的，我可不想被人戳脊梁骨，说我吃软饭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养得起你们，大不了我每个月的工资全上交给小夏抵账。这真要 AA？这一顿饭就把你工资吃没了，以后咱们喝西北风去啊！阿姨，这可是您提的要求，我又没拿刀逼着您吃。看见没？那边有个备用的小厨房，以后张姨只负责我和言初的饮食。你们要是舍不得钱，可以自己买菜在那儿开火，我吃点亏，水电煤气费就不收你们的了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既然要分清楚，那就彻底点儿。不给钱也行，你们可以回自己那套158平的公寓住，走过去也就10分钟。什么？啊？你还要收水电费？徐念夏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不行，我要住别墅。既然要住，那就按规矩来。还有这水果，阿姨您刚才吃掉了1斤秦王，那是进口货，300块。言初，记账，月底一起结。300块？你那是金子做的葡萄吗？你这是浪费！这些钱以后都是留给我大孙子的，你凭什么这么糟蹋？阿姨，管得太宽了吧？我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余孙子影儿都没有呢，你想得真远。妈，你要是住不惯，明天我就送你们回去。什么动静？哎呦，翠芬啊，你家言初真出息了，这珠子得不少钱吧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生的儿子，大家尽管做，就当是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。什么动静？哎呦，翠芬啊，你家言初真出息了，这珠子得不少钱吧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生的儿子，大家尽管做，就当是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快下来吧！这地毯和沙发贵得吓人，踩坏了可赔不起呀！小朋友，别跳了，阿姨求你了，快下来吧！吵什么吵？再敢在这儿啰嗦，我马上叫我儿子把你们全开除了！在我家开除我雇的人，真是好大的威风！还傻站着干啥？没
看着家里来这么多贵客吗？赶紧去端水果来。刘姨，去吧，就挑最贵的拿那箱刚空运回来的燕窝和秦王，反正记在陈延初账上。这就是延初那个养牛的老婆，长得倒是挺俊，就是气势有点吓人。下来，翠芬，这就是你那儿媳妇，也太没规矩了吧！这要是在我们村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，当婆婆的一个大耳刮子就扇过去了。你要是真有规矩，就该教教你孙子，别在别人家里撒野。你孙子刚才跳的那套沙发，意大利定制68万，现在弄坏了，你是准备现金赔偿还是转账？68万，你抢钱啊！68万，你抢钱啊！老天爷，这一屁股坐下去得多少钱？大姨、外婆、外公，你们怎么全都来了？延初，你总算下来了，你快管管你媳妇儿，这像什么话？大清早的就给家里长辈甩脸子，还拿着一套破沙发吓唬人。阿姨，咱们签的那份协议内容你还记得吧？需不需要我当着大伙的面儿一字一句的宣布一下？阿姨，延初，你这是找的什么媳妇儿？领了证竟然还不改口叫妈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外婆，你瞪她干什么？是我妈自己不认这个儿媳妇的，婚前协议签了 ，AA 制也定了，连个像样的婚礼仪式都没有。人家名义上确实还不算正式过门，叫一声阿姨，已经是给面子了。啥？还要签协议 ？AA 制？翠芬这婆婆当得够狠啊！而且，有一点大家搞错了，这房子是小夏的婚前财产，是她一个人买的，跟我们陈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外公外婆，走吧，我妈带错路了。我们买的房子在后面的高层，这套别墅是小夏婚前自己买的，跟陈家没半点关系。妈，还不快点带大姨他们去你那儿坐坐？看来以后得给刘姨他们下死命令，绝对不能放这几群陌生人进来。老婆，对不起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会跟我妈谈谈，这种事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你先去吃早饭，我马上叫人把地毯送去清洗，所有的费用都从我的工资里扣。就你那点工资，扣完房贷还能剩下几个子儿？我刚才也就是吓唬吓唬你爸妈，哪能真管他们要钱？那怎么能行？老婆，你一定要算钱，不但要算，还得问他们多要点啊！你认真的？老婆，你不了解我妈，你要是不跟她算得清清楚楚，过不了几天，你柜子里的燕窝、补品，还有那些空运来的顶级食材，全得被她偷偷拿走送人情。不只是食材，还有家里的摆件，你的那些高定衣服、名牌包包，甚至化妆品，只要她觉得拿出去能长脸，她绝对能眼睛都不眨的送人。这哪里是婆婆，这分明是进村打劫的土匪啊！你根本不了解我妈。我外公外婆是农村的，当初家里只有4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在村里被数落了一辈子。我妈当初拼了命考上大专，分配到工作，从那以后她就爱回村里显摆。当初她看不上你，就是觉得你家穷，怕你这种养牛的会拖她的后腿，坏了她的面子。原来这种刻入骨髓的傲慢，只是为了掩盖当年卑微到尘埃里的自卑。所以小夏，那份 AA 协议必须执行，而且要最严格的执行，绝对不能给他留半点钻空子的空地。陈延初啊，陈延初，你可真是个大孝子。为了不让你妈犯错，你是直接把路都焊死了。不过我喜欢。延初啊，你外公外婆他们搬了一上午家，现在肚子都饿了，能不能中午还带他们去别墅那边吃？菜就按照昨晚那个规格烧，我记得那个大龙虾还有吧？你放心，这次菜钱妈出。老婆，让他来。行，既然您说您付钱，那就过来吧。
哎呀，儿媳妇下来了，正好，咱们赶紧开饭吧。我的亲娘哎，这哪里是吃饭，这分明是在吃金子啊！大姐，你多吃点儿，这玩意儿1斤就得好几百，就这一盘够你在村里吃半年肉了。这日子，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敢这么想过。那是，咱们家言出争气，咱们陈家现在不差这点钱，大家放开了吃，不够再让厨师做。吃饱了，去把那箱进口车厘子拆了，给大姨装2袋，还有那个燕窝，给外婆拿2盒。哎呀，翠芬你可真出息了，这多不好意思。拿走拿走，自家东西，客气啥？阿姨，咱们算一下，中午这顿饭加上刚才被拿走的东西，一共是16000。16000？什么账单？徐念夏，你疯了吧？刚才那些可都是言初的长辈，你做小辈的请长辈吃顿饭怎么了？居然还要钱！刚才在亲戚面前，您拿我家的燕窝送人，开我的顶级红酒款待，那叫一个潇洒。怎么，客人一走，这账就打算赖掉了？什么叫赖？言初是我亲儿子，你是我儿媳妇，我也没说不给，但这钱你找言初要去。他是你老公，他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你问我要，像什么？想通过逻辑死循环白嫖，利用陈言初来屏障。行吧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这账我就记在陈言初账上，回头让他一起给我就行。我就知道你不敢真的管言初要。言初每个月工资才多少？到时候你还不是得自己掏腰包填窟窿？阿姨，我最后提醒您一次，以后家里再来亲戚，请提前跟我报备。如果没有我的允许，刘姨他们绝对不会开门。还有，今天的全屋深层清洁费，我也一并记在言初账上。你还要收清洁费？老婆，辛苦你了。你放心，这笔钱我会想办法。我那儿还有点攒下来的私房钱，一会儿全转给你。你妈刚才可是说的底气十足，她算准了，觉得我绝对不会真管你要钱。那她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她越是想白嫖，咱们就越要让她知道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。为了防止翠芬继续在家里巡视，并随意支配我的财产，第二天一早，我直接在3楼楼梯口装了一道门，需要人脸识别才能进去。徐小姐，刚才我清点了一下，厨房里的补品少了很多。原本准备炖汤的那几盒顶级燕窝，还有几袋花椒，全都被冻过了。怀疑向来细心，能让他专门提出来的量，绝对不是常常看那么简单。陈家除了翠芬，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偷拿。张姨，把里面的贵重食材全挪到储物间去。除了我和你们3个，谁也别想打开这扇门。徐念夏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又是装人脸别识，又是装指纹锁，你在这个家里到处装锁，你是防贼呢？我是你婆婆，我进厨房拿点东西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想活活饿死我和你爸吗？阿姨，您多虑了，我不是防贼，我是防浪费。家里的东西每一件都有定数，少了什么阿姨们不好对账。你要是真饿了，冰箱里有的是普通食材，您可以自己动手，或者按协议付钱让张姨给您做。行，那储物间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。但上次见面你送的那只人参呢？我在家里找了个遍都没找到，是不是你趁我不注意偷偷拿回去了？阿姨，您这话问的可真有意思。那只人参是不是被我拿走了？您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上次在陈家，您可是当着言初的面亲手把东西推回来的，动作大的差点把盒子掀翻在地，您忘了？有吗？哎呀，我那天可能太忙了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根本记不清了。那可是你进门的一片心意，我这个当长辈的怎么可能不要呢？阿姨，您今年才50出头，难道就得老年痴呆症了？那只人参是你亲口说不要的，
当时您表现的火眼金睛，一眼就认定那是几块钱的假货，还大声嚷嚷几百万的东西不可能长那样。哎呀，我那就是和你开个玩笑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呢？上门送出的礼哪有往回收的道理？既然你说是假的，那放我这里处理也行，我也好拿去送个人情，给严初噗。你赶紧去把它找出来给我。不好意思，既然您口口声声说是假货，我带回来之后就直接去丢进垃圾桶了。那种您口中的便宜货，怎么配得上您这种高贵的身份呢？你居然把它给丢了！他果然知道了那一只身的身价。阿姨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。这人老了就是没用，受了一辈子的苦，到头来连口像样的早饭都混不上。真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，咱们辛辛苦苦供他上学，供他出人头地，现在成了外人了。阿姨，咱们签过协议，各自的开招各自负责。如果您想吃张姨做的广式早茶，我不反对。一份早茶188元，请先给张姨转账，明码标价。都说养儿防老，我看这子女根本靠不住，这有的心肠啊，真是比路边的石头还要硬。阿姨，你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吧？你们两口子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快1万，生活虽比不上大富大贵，但绝对比普通老百姓好过。现在的清贫，不过是你舍不得花钱，又想白嫖我的产物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！你还有没有天理？儿媳妇天天在这大鱼大肉，公婆在旁边闻味儿，你这就是在虐待老人。你不让我们吃是吧？行，那大家都别吃了。阿姨，桌上的这套古瓷餐具价值8000多，那是出研发了第1个月奖金，特意给我买的。你要是用着不顺手，摔了也行。不过回头我就让你儿子按价赔偿给我，反正你手里攥着他的工资卡，这钱最后还是从你兜里出。掐准了你的钱包，你就翻不出浪花了。喂，丹宁啊，是阿姨，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对严初的心意我知道，那个徐念夏我是打心眼里不认的，一个养牛的野丫头，除了会花言巧语迷惑严初，她还会什么？阿姨心里的儿媳妇只有你一个。真的吗，阿姨？可是严初哥哥现在眼里只有念夏姐姐，他还说我以前那些事。哎呀，男人嘛，谁没个年轻气盛的时候？那都是被徐念夏那个狐狸精给勾引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严初现在已经后悔了。这不，今天公司办庆功宴，他肯定得喝不少酒。那个徐念夏没心没肺，自己上楼睡觉去了，根本不管他的死活。严初等会儿喝醉回家，我年纪大了照顾不过来。丹妮，你现在就过来帮阿姨一把，这就是你的机会。只要你出现在他身边，让他看到你的体贴，还愁他不回心转意。你干啥？大半夜的，你把杨丹宁叫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这可是儿媳妇的家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什么儿媳妇？陈建国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人家进门到现在喊过你一声爸吗？你懂个屁！姓徐的现在凭什么跟咱们嘚瑟？不就
就是仗着严初护着他吗？他就是仗着严初的宠爱，才敢在咱们面前指手画脚，还搞什么 AA 制来羞辱咱们。等我把丹宁叫来，只要严初跟丹宁好上了，我不信他还会这样护着那个狐狸精。你真是疯了！哪有当妈的亲手给儿子找情人的？这要是让徐念夏知道了，咱全家都得被他像扔垃圾一样撵出去。这女人啊，就不能惯着。徐念夏现在这么狂，就是因为有危机感。等他发现严初身边有了别人，为了保住这别墅阔太的位置，他不得倒过来跪着讨好咱们？你们女人就是心眼子多。反正这事儿不关我事儿，我就当没看见。行了，你自己折腾吧，我上楼睡觉去喽。难怪翠芬能在这嚣张到这种地步，原来背后有个始终默认恶行的帮凶。陈建国，既然你喜欢装聋作哑，那这别墅你也就别想住下去了。大晚上穿成这样跑别人家里，真当我是死人？哎，来了！外面这么大的风，冷坏了吧？严初等会儿就回来了，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有话我就直说了。你对严初的心意我最清楚，那个徐念虾，我打心眼里不认，我心里的儿媳妇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。阿姨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严初哥哥已经结婚了，我再有心也没有我的位置了。结婚怎么了？只是领了个证，算不得什么。他们又没生小孩，关系脆得很，说断就能断。实话告诉你，严初现在早就后悔娶那个养牛的了。这不，他今天公司庆功宴，那个徐念夏管都不管，自己躲在上面睡大觉。我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，严初等会儿喝醉回家，还得托你帮阿姨照顾照顾他。阿姨，在这里照顾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万一徐姐姐突然下楼看到了，我没法解释。确实不方便。等她回来，咱们合力把她扶到我那套新房里去。那套158平的公寓近得很，走路也就10分钟，徐念夏绝对跟不过去。那里清静，没人打扰，你好好照顾她一宿。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怕没结果？哼。哎呀，严初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杨丹宁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严初啊，你看你喝了这么多酒，你媳妇儿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她最爱干净了。你这一身酒气回房间，她准得把你踢下床，嫌弃死你。听妈的，你去咱们那套新房睡一晚，正好我去给你拿条厚毯子，拿完我就回来陪你。回哪边？不回，我要找夏夏。夏夏在等我。找什么找？她在睡觉。你现在回去就是找吵架，别吵她。丹姨，你帮阿姨照顾着点严初，我很快就拿个毯子回来。严初哥哥，你还好吗？好你个陈严初，大半夜的在自家门口和旧情人搂搂抱抱。虽然知道你醉得像头猪，但要是敢让那个女人再多蹭1秒，要是敢不迅速推开，1周后的今天就是你的头七。你干嘛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谁叫你来的？我媳妇儿呢？说了5句话，最后1句才想到我。严初哥哥，是阿姨心疼你，才让我来照顾你的。你媳妇根本就不关心你，她现在睡得正香呢。我妈让你来的，我看她是疯了。妈，开门！你把门锁了干什么？陈翠芬，你给我开门！严初，妈这是为你着想。你们走，你们现在就给我走！
严初，你咋了？大半夜你抽什么风？老婆，我要被气死了！他们竟然敢这么算计我！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喝醉了，妈不是怕那个照顾不好你吗？你闭嘴！你这种恶心的照顾，我陈延初消受不起！滚！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陈延初，我是你亲爹，你竟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！你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！亲爹，一个眼睁睁看着亲生母亲去毁掉儿子婚姻的帮凶，也配跟我谈父慈子孝？你干什么？大晚上的！陈延初，你真的疯了！为了个女人，你连亲妈都不要了，你会后悔的！好，都干净了。老婆，我真的只有你了。大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延初哥哥他好像真的发疯了，他真的生气了，都是徐念夏那个贱人，竟然让延初哥哥把你们二老都赶出来。陈延初，你给我开门！你这个不孝子！延初，妈求你了，你开门吧！妈的降压药还在屋里呢。这么冷的天，你是要看着亲妈冻死在外面吗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他这是彻底被伤透了心。闭嘴！你要是不想跟我彻底断绝母子关系，现在就回那套房子里住，以后不准再踏进这栋别墅一步。陈延初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！延初，你看看这个。兰心，这就是你的机会，只要延初跟你好上了，徐念夏有了危机感，为了保住这别墅阔太的位置，他不得倒过来讨好咱们。无耻，简直是无耻透顶！他竟然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毁了我的婚姻，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延初，太晚了，休息吧。老婆，你在这里休息，我去把最后的事情办完。1分钟，我也等不了了。老婆，干净了，这个家终于只剩下我们了。徐小姐，您可算醒了。那2位，他们在大门口不肯走，还直接坐在地上了。我怎么劝都不听，已经有好几个遛弯的邻居往这边看了。我知道了，您去忙您的。大家快来看啊，没天理了！儿媳妇撺
不去呀！哭够了吗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还有脸出来？我这就去你们公司闹，让你在全城出名。你去啊，我怕你不成。阿姨，您看清楚了，这一带住的都是什么人？物业巡逻每10分钟一次，监控全方位无死角。你要是想上明天的本地头条，我不介意把这段视频发给所有的媒体，或者直接发到您之前公司领导邮箱里。您说，如果公司领导看到一个在公司了半辈子的人员，居然在家里策划这种破坏法律和道德的事情，他们会怎样对待你？视频？什么视频？就是您亲口说要让杨丹宁诱惑严初开房，好让我产生危机感，倒过来跪着讨好您的那个视频。严初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妈都是被那个杨丹宁给蒙蔽了啊！你让妈搬回来吧，那个小坑电梯太慢了，房间又闷又小，妈在那儿住的胸口疼，住着憋屈啊！妈，这是最后的通牒，还想认我这个儿子，就分开住。如果再敢打搬回来的主意，我就把这房子卖了，带念心去别的城市，让你们这辈子都找不到。哎呀！陈延初掐准了翠芬的命脉，他不怕死，但他怕晚年无人照管，怕被亲生儿子彻底抛弃。老婆，你以后永远不用担心婆媳问题，这些都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以前是我做的不好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这是我的工资卡，里面还有20几万存款，现在全交给你管理，就当是替我爸妈给你的补偿。好，那我就勉强收下啦。这个老公我很满意。帮我看看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这是我那穷儿媳妇从旅游景点买回来的便宜货，放在家里占地方，卖个几百块钱补贴家用总行吧？这，老板，你快出来！极品，这是极品啊！这炉蛋纹体须，每一处都是教科书级别的。大妹子，你这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你就说值多少钱吧，我儿媳妇买的假货还能值几个钱？如果你肯卖，我们店愿意出500万现金，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，上拍卖会价格翻倍都有可能。你说多少？500万！大妹子，你这可是挖到了金矿啊！也不知是从哪儿淘来的便宜货，要是吃坏了身体，你赔得起吗？500万，我差点就亲手把500万当成垃圾扔了。老陈，怎么办呀？又咋了？严初还没让你搬回去，你就开始发疯了？是真的，那人参是真的，值500万啊！你说啥？500万？那不是念夏送给咱们补身体的吗？不行，这身得赶紧卖了。有了这500万，咱们自己去买别墅，自己请保姆，再也不用看那个养牛女的脸色了。肯定是药材行的老板找过来了。是陈翠梅女士、陈建国先生对吗？我们代表徐念夏女士，就您2位在居住期间非法偷窃私人账物的行为，正式进行追获。什么偷窃？我拿我儿子的东西，那能叫偷吗？陈女士，根据您签署的婚前财产公证协议，别墅内所有财物均为徐小姐个人资产。监控显示，您于1周前私自撬开储物室，带走了一只价值520万的野山参，以及总价值约30万的艺术品。徐小姐已经报案，如果您不立刻交还物品，并签署道歉信，涉案金额巨大，最高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10年，我要坐牢10年。老婆，你真的打算告他们？那毕竟是我爸妈。只是吓唬吓唬他们。至于其他的艺术品，拿回来就行，得给他长个记性，别人的东西不能碰。
夏夏，婚礼的时候，哥哥在国外签合同，听说你在这边受委屈了。大哥，你好，我是陈延初。我就说回牧场当你的小公主多好，非要跑来这儿给人当保姆，还搞什么 AA 制？咱们徐家10万头牛产的奶，难道不够你喝一辈子的？进来坐吧，哥。装修太次了，这种品味的设计师以后别用了。这是哥给你补的嫁妆。隔壁那3栋别墅我也买下来了，连带着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现在都在你名下。妹夫，听说你妈觉得我妹嫁到你家是来扶贫的，还要搞婚前财产公证，这钱拿去给你妈治治眼睛，以后要是再敢让我妹妹掉1根头发，我就把你那个单位买下来，让你全家都去我牧场产牛粪。大哥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再让她受一丁点委屈。你们回来了。我哥的到来让整个小区都轰动了，整个小区的邻居见到我，腰杆弯得比谁都快。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门口有一位叫杨丹宁的女士，说死也要见您一面。如果您不同意，她就要撞死在大门上。让她进来吧。徐念夏，你赢了。我处心积虑了这么多年，就想找个稳妥的饭票。你明明拥有一切，为什么还要装出一副穷酸相来羞辱我们？杨丹宁，你错了，我从未羞辱过你们，羞辱你们的是你们自己那颗贪婪又狭隘的心。你觉得我装穷？不，我只是觉得真正的尊重不应该建立在银行卡余额上。我给了你和翠芬无数次看到真心的机会，可你们眼里只有我的牛和我的钱。我的工作没了，严初把那些证据发到了我公司。你该庆幸严初是个3观正直的人，如果他真的被你那种低劣手段诱惑了，你的下场会比现在惨上1万倍。走吧，以后别出现在我的视线。小夏，我今天是来道歉的。这半年在那个公寓里，没有保姆，没有现成的饭菜，邻居还总在背后说闲话。我以前确实太糊涂了，我不求能搬回来住，我就是想看看严初。阿姨，坐吧。以后每个周末，严初会带我回去吃饭 ，AA 制不会取消，但我会让严初每个月多给你们3000块生活费。但前提是，你永远不要再干涉我们的生活，更不要试图把你的规矩带进我的大门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以后你就是我亲闺女，不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心骨，我绝对不再乱说话。你妈下午过来了，她道了歉，送了一篮子苹果。以后咱们周末回去吃饭。老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她最后的体面，也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。其实，我那10万头牛教会我的不只是财富，在荒野上养牛需要耐心，经营一段婚姻也是。夏夏，今年的供奶协议签好了，咱们牧场成了全国唯一的高端基地。对了，上次那个野山参，我给你补了一只更好的。严初，下周咱们回老家吧，我想带你去看看我那10万头牛。好，我也想看看，到底是哪里的水土养出了我这么好的老婆。那些关于贫困与富贵、AA 与扶贫的争执，在此时都没有了意义。在这繁华的城市深处，在那遥远的翠绿牧场，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小夏呀，妈得提醒你，虽然咱们家现在条件好了，但回村里还是要注意点。那些村里的穷亲戚，该给点散钱就给点，打发了就行，千万别让他们缠上。咱们城里人讲究的是体面。严初，你待会儿开慢点，我怕村里的牛粪味太冲。哎呦，你看这路连个灯都没有。小夏，你
是妈说你，你家当初养这么多牛，受了不少苦吧？这种穷乡僻壤，真是待一天都觉得憋屈，也难为你这孩子以前能住得下去。这是哪儿？怎么这么气派？那是我家的入场删减口。大小姐好。这叫村里。严初，刚才那一排牛大概有多少头？那一排500头，只是1号区的1/10。500头，1/10就是5000，10万头牛。妈，小心点，别踩到这里的草啊！这些草是从荷兰进口的，1平米的养护费够你和爸1个月退休金了。伯母，欢迎来我们这山沟沟观光旅游啊！听说你担心这儿没有厕所，我特意在客房装了国外智能马桶，您用着顺手吗？顺手，徐老板客气了。别叫老板，按你的话说，您是城里精英人员，见多识广。我们这些乡下养牛的，以后还得靠你们陈家扶贫呢。老陈，你看那画儿是不是真的？老伴儿，咱们家那点工资连给这里的牛买保险都不够，以后咱们老老实实的，别再给孩子们添乱了。小夏，以前妈真的错了，妈那是坐井观岩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总觉得严初找个城里的就是顶天了，没想到严初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才能娶到你。夏夏，你那个同学叫杨丹宁的，家里人找过来了，说他被辞退后精神出了问题，在医院闹自杀，想问你要一笔巨额补偿费。补偿费？他还要不要脸了？徐老板，小夏，这事儿交给我去办。杨丹宁那点破事儿，他妈心里清楚得很。他想讹小夏，除非我死了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已经让律师处理了，该给的医药费按法律走，不该给的1分钱都没有。哈哈哈，好，不愧是我徐念东的妹妹，有底气，有格局。哎呦，你们是没见过那场面。我儿媳妇那牧场巡逻得用直升机，那牛听的是交响乐。真的假的？翠芬，你不是说她是农村养牛的吗？农村养牛的怎么了？那是10万头顶级肉牛，500万的人参，人家随手就送给我补身体。老婆，这份东西咱们撕了吧。我知道当初是我妈逼你的，现在她彻底服了，这东西没意义了。别，为什么要撕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老婆，你还在生气？不，这份协议提醒我，只有自己掌握的财富才是真正的底气。它也提醒我，我选中的老公是一个在利益面前能坚守底线的汉子。严初 ，AA 制可以继续，但不是你妈那种算计。以后家里的生活开销你负责，我的钱拿来投资牧场。我们要当独立的个体，也要当最坚定的盟友。老婆，我知道我现在挣的没你多，但我会努力，争取早日让你在家里也能挺直腰板说，这牛排是我老公买的。夏夏，今年的分红入账了。咱牧场那头刚出生的顶级种牛还没储名呢，让妹夫给起个好名字。就叫归心吧，无论走多远，心总要回来的。徐小姐，陈老太太在门口提着个保温桶，掖一头庄园童的，说想给您送点汤，没敢进来。让她进来吧。小夏，
妈亲自熬的鸡汤，里面加了你哥寄来的顶级灵芝，你怀着身子得多补补。坐吧，阿姨。小夏，妈以前真的糊涂，不是个人。那天我整理旧衣服，翻到了领证那天签的那张 AA 协议，我把它给烧了。老婆，今天张姨休息，我给你做最爱吃的清蒸石斑，马上就好。我现在想通了，一个人有10万头牛那是本事，但能守住一个家才是造化。你放心，以后孩子生下来，我绝不插手，我就远远看着，只要你们好，我就知足。老婆，你觉得幸福吗？我很幸福。那10万头牛是我身后的底气，而身边的这个男人是我心底的温柔。他挣钱依然没我多，家庭曾经一地鸡毛，但他三观正，有担当，依然像初见时那样帅气。这个老公我很满意。在这个充满了算计的世界里，我拥有10万头牛，也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陈延初，这就是我最完美的结局。